校霸故意将口香糖粘在女孩头上，旁边的黄头发顿时看不下去了，抓起一瓶香水就一饮而尽。随即他又掏出打火机，他直接给校霸换了个新发型，看得在场所有人目瞪口呆。然而他的能力还远不止如此。女孩名叫莉莉，是个来自地狱的恶魔。她从小就向往来人间使坏，为了让父亲同意自己去人间，她不得不答应父亲给她的任务，在1周内把父亲指定的一个人从心地善良的好人引诱成一个彻彻底底的大坏蛋。如果她成功了，就可以在人间尽情停留，做个危害四方的恶魔；要是她失败了，就要回地狱整理一辈子的档案。年轻气盛的莉莉一口答应了，父亲如约把她送到人间，来到了指定对象家里，还交给了她一个恶魔球。如果她不能保持全程冷血，恶魔球就不会是纯黑色了，这也代表她的任务失败。在车上，莉莉还是信心满满，然而她很快就惨遭打脸。指定对象小娜一看到她下车，当即就要过来给她一个热情拥抱。肢体接触对恶魔来说是明令禁止的，幸好莉莉动作够快，及时闪开。可她躲过了小娜，却没能躲过小娜妈妈，还是被结结实实的抱了一下，搞得莉莉汗毛倒竖，赶紧回头找老爸。老爸可不管这些，车窗一关，谁也不爱，立马离开了这里。莉莉只好打起精神，为了完成任务而努力。小娜一家的气氛和谐有爱，吃完饭所有人都争着帮忙，莉莉也主动要求去帮忙，可她接过碟子却直接扔在了地上，她是故意的，想让小娜生气。小娜却说都怪自己，她又变出一件限量版洋装，嘲笑小娜这种穷人这辈子都买不起，想让人家妒忌。结果小娜只有真心的赞美。莉莉又从衣柜里看到了小娜暗恋的男神照片，决定用这个大做文章。隔天，小娜主动扛来2辆自行车，要和莉莉一起骑车上学。莉莉立刻拒绝，她发现小娜不善社交，所以才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但莉莉就偏要坐车。一上车就有2个小太妹嘲讽小娜，紧接着校霸把口香糖粘在小娜头上，莉莉看不下去了，便狠狠教训了校霸一顿。下车后，莉莉问小娜看自己教训校霸是不是很爽，小娜却摇摇头，还说自己很担心校霸会不会报复她。莉莉顿时无语了。放学时，他们看到了小娜的暗恋对象小德一出现，小娜就羞红了脸。莉莉顿时有了计划，她找到小德，用钱收买了他，让他假装追求小娜，和他在一起3天，再无情的甩了他。等到小娜被甩的时候，肯定就保持不了她的善良了。小德欣然答应，立刻就去找小娜搭话。莉莉正暗自得意，却发现身后的大山一直盯着自己。刚刚他干的坏事都被他看在了眼里，还对莉莉露出一抹坏笑，然后转身就走。莉莉害怕计划失败，也赶紧跟了上去。结果2人在小胡同里还没说上几句话，校霸又来找大山的茬。大山丝毫不怂，3下5除2就爬上了房顶。莉莉看到校霸那个倒霉样，忍不住笑了，这可惹怒了校霸。对方顿时决定拿他开刀，但这次他算是踢到了铁板。身为恶魔之子的莉莉徒手拔出了指示牌，对着他们一顿操作。2个男孩加在一起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对手，很快被打得落荒而逃。在上面围观全程的大山立马对莉莉产生了兴趣，主动邀请她去吃东西，还带她去看风景。2人在钟楼顶部一边俯瞰整个小镇，一边随意聊着天。突然大山凑过来强吻了莉莉，莉莉愣了1秒，赶紧推开他，狂打喷嚏离开了现场。他一路狂奔回去，小娜看出他的不对劲。莉莉坚决否认，他可是个恶魔，怎么会有爱情这个东西？等到小娜离开，他赶紧掏出恶魔球，这才发现恶魔球竟然变色了。就在这时，老爸打来了电话，正巧他那边有个恶魔谈恋爱，被他开除了，这搞得莉莉心里发慌。她强装镇定，敷衍了老爸几句，就挂断了电话。她现在只想尽快完成任务，然后离开这个地方。晚上，她故意当着全家人的面说出了小娜有约会，想让家人批评她，阻止她，好激发出她的邪恶面。谁知一家人都在祝福小娜有个美妙的约会，还让她好好珍惜懵懂青春。莉莉差点被气死，一计不成，只好再生一计。既然没法动摇小娜的心，那就先从小娜的外表抓起。他主动提出帮小娜做个约会造型，然后给她换上性感红裙，画上精致妆容，还涂了一个鲜艳大红唇，结果却得到了小娜的感谢。莉莉气得1秒变脸，自己是恶魔，和上面那位可没关系。很快更烦心的事出现了，大山又来找他，他让小娜说自己已经死了，小娜却说没办法，他只好爬上屋顶，坐在大山身边。大山先为强吻的事道了歉。莉莉现在最烦的就是和恋爱相关的事，一听他说这些，立刻爬下了屋顶。但恶魔球是骗不了人的，不管莉莉怎么对他念叨自己没有谈恋爱，
她还是变得越来越粉。隔天，两人一起出门，小娜妈妈一看他们的打扮就火冒三丈，逼着两人换上土掉渣的衣服。小太妹一看到他俩，当即开始无情嘲笑。不管丽丽怎么鼓动小娜反击，她就是默不作声。就在这时，校霸来到了丽丽身后，偷偷点燃了她的头发。她头都没回，反手就是一拳，直接干断了校霸的鼻梁骨。小娜看着她完好无损的头发，瞪大了眼睛。上车后也看个没完。为了让小娜体验一下什么叫时尚，什么叫万人追捧，丽丽找到了小太妹们，告诉他们自己和小娜穿的可是一线大牌的时尚服装，还拿出了海报和走秀视频为证。小太妹眼都看直了，作为时尚的弄潮，他们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落伍，立马表示自己也想拥有这么潮流的服装。丽丽却说这衣服非常抢手，只有小娜才有渠道搞到手，而且只能搞到一件。姐妹俩立刻为了这件衣服闹起了内部矛盾。为了尽快搞到这件时尚服装，他们主动来求小娜，甚至邀请她加入他们的乐团。小娜本就喜欢唱歌，再加上小德也在乐团，她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与此同时，丽丽被叫进了校长办公室。原来被她打断鼻梁的校霸是校长的儿子。校长看着丽丽死不悔改的样子，便让老师带她出去接受惩罚。可老师却给了她一块巧克力。原来他也看这个嚣张的校霸不爽很久了。丽丽刚要说些什么，突然学校的火警警报响起，所有学生都涌了出来。在人群中，丽丽又见到了大山，警报居然是他拉响的。他这么做只为了见丽丽一面，好带丽丽去看海。从没见过海的丽丽心动了，两人在海边追逐打闹，玩得格外开心。大山又一次吻了丽丽，这次他没有推开。等到两人逛公园时，丽丽这才看到恶魔老爸给她发了无数的信息，她顿时想到老爸说过的 Verliebte Teufel sind nicht mehr zu gebrauchen, weil sie so schwach und gefühlsdusselig werden。他慌了，赶紧从大山身边逃开。回家的路上，正遇上小德和小娜在路边，他一个急刹打断了两人。不知不觉中，他开始在乎小娜，不希望她受到伤害。但小德是他花钱雇来的，他不想小娜陷入太深。于是隔天他们在楼梯口又一次尝试接吻的时候，丽丽一个闪现拽走了小德，告诉他交易到此结束，不准上小娜的心。小德却说他早就爱上了小娜，根本没打算伤害她。等他坦白自己和丽丽的交易后，小娜伤心欲绝，丽丽也相当难受，她早就后悔了，可一切都迟了。心情糟糕的她在和大山约会时，忍不住说出很多扎心的话，甚至大山说要为她留下来，她也没有丝毫反应，还说认识大山是这辈子最倒霉的事，随后头也不回的离开了。现在大山被他赶走了，小娜见到他也是冷漠以对。丽丽崩溃了，她掏出恶魔球告诉了小娜一切，她的时间只剩下1天，如果她还不能做坏事，就要永远回去了。善良的小娜立刻表示自己会帮她。很快校庆开始了，丽丽的恶魔老爸也来验收丽丽的任务成果。在丽丽紧张不安的时候，小娜他们的节目不幸被校霸顶替，于是他们悄悄溜进更衣室，把痒痒粉倒进校霸衣服里。不仅如此，他们还换掉了校长的演讲 PPT， 惹得观众哄堂大笑。等到校霸上场表演时，在痒痒粉的作用下，他们奉献了一场完美演出，只能狼狈离场。小娜他们趁机走上舞台，来了一场惊艳全场的演出。这一系列操作让恶魔老爸对丽丽十分满意，他同意丽丽继续留在人间，还给她颁发了恶魔专属证书。不过在此之前，他得检查一下恶魔球的颜色。一听这话，丽丽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万分忐忑地掏了出来，结果竟然是一颗纯黑的球。丽丽自己也懵了，但好在她可以继续留下来。至于这颗黑球，也是小娜的主意。Noch nie was von schwarzem Nagellack gehört？丽丽留下来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大山向她解释。这时大山已经来到车站准备离开，幸好丽丽及时赶到，说出了自己的心声。这下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碍他们在一起了。有人说丽丽的出现改变了小娜的生活，但我更觉得是小娜改变了丽丽。正是因为小娜善良，才让丽丽的恶魔之子受到感化。